A rough week for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collapse of Silicon Valley Bank. The second biggest bank collapse in U.S. history. 硅谷银行的倒闭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了，而且硅谷银行的倒闭的原因其实也让人觉得哭笑不得。硅谷银行作为美国的第16大银行，它的存款规模有1200亿元，公司的市值也有2000多亿美元，可以说在美国也算是一个妥妥的大银行。硅谷银行的倒闭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银行的 CEO 发布公告的时候说，公司遇到了一点困难，流动性偏紧，投资嘛也亏了一点，但是不用担心，我们要卖一点债券，再增发一点股票，相信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本来这样一个举措是为了安抚外界，让投资者觉得硅谷银行的资金量是非常充沛的，但是其实效果适得其反。这个公告一出，大量的基金经理和风投经理都炸了，纷纷劝大家赶紧到硅谷银行取钱，再不然就晚了，钱就拿不回来了。所以仅仅一夜之间，硅谷银行的存款净值就变成了负值，股票第一天也是大跌 60%， 第二天盘前跌了 50%， 还没等正式开盘，股票就停牌了。当天美联储就宣布接管硅谷银行，硅谷银行成为2023年第一家倒闭的有 FDIC 保险的银行，也是美国银行业有记录以来倒闭的第2大银行。硅谷银行的倒闭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美国的各大科技股、各大银行股全部都出现了暴跌。不仅美国如此，欧洲和日本的金融板块也都受到了影响。所有人都在怀疑硅谷银行倒闭会不会像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那样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迅速出手，仅仅过了一个周末，美联储就宣布所有的存款都会100%得到保障。虽然美联储出手相助，但是这一事件还引发了全球的恐慌。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认为，这是短期债务周期泡沫的破灭开始。他预测未来1-2年美国的金融经济状况将会变得非常的严峻，投资风险也将极高。那么硅谷银行的倒闭真的会引发美国的金融危机吗？ I'm going to ask Congress and the banking regulators to strengthen the rules for banks to make it less likely this kind of bank failure would happen again.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从硅谷银行倒闭的原因说起。硅谷银行可以说是美国初创企业的大伯乐，作为初创企业能做的只是画大饼，而传统的银行贷款需要企业有良好的资质或者盈利能力，所以初创企业是很难从传统银行拿到贷款的。而硅谷银行是一家特别喜欢初创企业的公司，它的大部分客户都是初创企业。那么硅谷银行就不怕借钱给这些初创企业，他们倒闭了无法偿还贷款吗？硅谷银行还真不怕，因为硅谷银行有独特的投贷结合的业务模式。所谓的投贷结合模式，投就是投资，硅谷银行将部分的资本投资于高成长高潜力的初创企业，通常是以股权的形式参与的，其实就相当于硅谷银行扮演了一个风投机构的角色。接受风投的企业一旦发展壮大，或者说被巨头收购，或者说上市成功，硅谷银行的这些初期的股权投资可以带来丰厚的收益。贷就是贷款，除了股权投资以外，硅谷银行还为初创企业和风投基金提供贷款服务。需要注意的是，贷款这一块硅谷银行也是做的高风险的客户。初创企业说没就没了，风投基金说赔就赔光了。在经济发展良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环境下，投贷联动的模式使得硅谷银行能够通过股权投资的收益来弥补信贷业务中的风险。即使自己的贷款成了坏账，股权投资的收益可能会在某些时期超过信贷的损失，这样的话就实现了超额的盈利。但是这2年美国的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联储收紧了货币政策，导致了利率上升，这就使得风险资产的估值会降低。原因也很简单，我买美国国债就有 4% 的收益，那资本为什么还要冒着血本无归的风险去投资初创企业呢？所以硅谷银行的投资的高风险项目的资产估值就会下降，股权投资这块的盈利能力就下降了，加剧了银行的资金链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利率上升导致了信贷收缩，银行赚钱赚的就是利率差。
存款利率上升也就意味着银行的资金成本提高了，这就进一步压缩了硅谷银行的盈利空间。这么几个原因折腾下来，硅谷银行账面上的现金不多了，流动性开始有些不足了。但这并不是致命的，还不足以令硅谷银行倒闭。要命的是硅谷银行的增发公告。硅谷银行将发行价值 12.5 亿美元的普通股和价值5亿美元的存托股份，此外还发行了5亿美元普通股，并已经找好了买家。增发股票对一家公司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会让现有的股票价值得到稀释，也就是说美股变得更加的不值钱了。另外也说明这家公司缺钱了，要从市场上募集更多的钱。对银行来说，缺钱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另外，硅谷银行还出售了约210亿美元的可售债券，并且这些债券还是赔本卖的，亏的还不少，整整18亿美元。增发股票大家可能还会理解，做生意嘛，都有手头紧缺钱的时候，但是卖出公司的资产，而且还是亏了18亿美元卖的，这就让大家觉得事情非常的严重。一家公司如果不到最后的关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是不会亏钱卖资产的吧？公告一发，大家都坐不住了，就连在硅谷银行有存款的风投基金都开始公开呼吁让大家把钱转走。你想，连风投都觉得风险大了，那么普通的投资者就更坐不住了。而且这个公告发布的日期恰恰就是签字银行破产的那天，这不就更加的火上浇油了吗？当日在硅谷银行存钱的客户一日之间挤兑了420亿美元，这就让硅谷银行的流动性崩溃，现金结余直接转为负的9.8亿美元。综合以上几点原因，硅谷银行倒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头戴联动模式的风险在金融环境发生变化时没有办法承受。美国金融环境的变化导致硅谷银行的投资收益减小，资金成本上升，信贷收缩。直接的原因是硅谷银行在错误的时间发布了一份不合时宜的公告，触发了市场的恐慌情况，引发了挤兑，也终结了自己的性命。硅谷银行的倒闭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银行的倒闭事件，触发了美国银行股的大幅抛售，美股银行板块全线下跌，美股基准 KBW 银行指数下跌 3.91%， 累计跌幅 15.74%， 为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周跌幅。标普500指数本周也下跌了 4.55%， 其中标普500银行业的指数本周累计下跌了 11.54%。桥水的创始人达利欧认为这是短期债务周期泡沫破灭的开端，他预测未来1-2年美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将会变得非常的严峻，投资风险也将会极高。的确，这2年美联储的持续加息给金融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直接导致了企业融资成本增加，银行的利润降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也越来越大，整个市场投资者的情绪一直处在非常不稳定的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市面上出现任何负面消息，市场都会出现剧烈的反应。硅谷银行倒闭后，市场对美联储继续加息的预期也大大降低。如果说美联储继续加息，那么硅谷银行不会是第一只出现的蟑螂。虽然硅谷银行被美联储光速救援，目前没有成为雷曼兄弟，但如果再有银行或者说其他金融机构爆雷，美联储还愿意或者说还有能力继续救援吗？美国金融市场发生连锁反应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大，达利欧的预言就会成真。所以美联储会暂停加息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自己的观点。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再见。